资费啊，资费的，全部都是资费啊。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我们来到了一个2024年，新的一年，农历新年也过了啦，所以我们就要来揭晓2024年我们的重点 Project Car。像我身后这一台呢，就是我们的 Project Car 之一 ，Proton Iris Sedan R3 雅狗。那相信一直有在 follow 我的频道，有在看我的影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频道也有一台 Honda Civic FK7。Honda Civic FK7 呢，它的定位啊，有一点点尴尬。因为它的售价在马来西亚已经可以买到新款的 Honda Civic 的新车了，可是我们却要用新车的价钱买一台旧车，日本人用过的二手车。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喜欢它的短尾，这一台是一个短尾的 Honda Civic FK7。跟 FK8 差一个数字，可是差别很大，因为 FK8 就是 Honda Civic Type R， 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一台车，我个人非常喜欢，可是我们负担不起。所以就买了一台 Honda Civic FK7， 我们要把它变成 FK7.5。上一部影片呢，就是 FK7 的第2集，相信大家看到那台车就会觉得可能没有这样美啦因为那台车还没有装 spoiler， 然后看起来整个屁股好像短尾怪怪这样不大这样啊，所以呢，我们这一台车呢，就在不久前为它安装上了一个 Honda Civic FK8 Type R Design 的 spoiler 当然这个 spoiler 不是正品 spoiler 这个 spoiler 是我们去 aftermarket 买的 OEM 的啦，然后它跟 Honda Civic Type R 款呢是长得有一点像当然如果两台绑在一起，你还是会看到一些小小的差别不过不要紧，我们觉得这样安装上去，整体表现看起来更加的 smooth， 跟之前呢就真的是判若两车了啦，差别还是蛮大的。然后这一台车有一个点是 Honda Civic FC 掏不到的，就是短尾啦，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还有就是它是一个掀背车款，还有一点就是车顶部分FK7 跟 FK8 一样，它的车顶有一个小耳朵，这个是金属的如果是 FC 也是可以安装假的。通常是那种 ABS 还是 Fiber 之类的东西啦 ，Double Side Tape 粘上去的啦这个是跟着整片车顶一体成型的小耳朵，还有一个小个的 spoiler 在后面大镜上方。FK8 的就比较夸张啦，我反而觉得 FK7 的这个比 FK8 的来的好看，所以我们没有打算把它换掉。然后这台车在那么短时间内，我们做了 spoiler， 我们还做了一些安全性的提升。讲到安全性的提升，可能你会觉得我装了什么 Safety Bar 还是 Brake Lock没有，我们没有做那些东西，我们做的是行车记录器这台车现在安装的行车记录器呢，是一个70迈的 A200 前后拍摄镜头，它是一个入门款的前后拍摄镜头行车记录器。为什么讲它是入门款呢？因为它的价钱非常的合理这个 A200 具备 1080p 前后拍摄镜头，而且它也具备了跟它的老大哥 A810 高端旗舰款式同样的 HDR 功能，前后都有而且还具备了一个 Night Vision 功能。你不要看它只是一个入门款，它也是可以拍摄夜间的超高清画面。再来就是你不要以为入门款价钱只需要200多块，它还是具备24小时 parking 监控功能，只需要安装一套70迈的 hardware kit 呢，你就可以实现24小时监控了所以不管你的车park在路边还是你们住公寓park在楼下，你担心的话都可以有24小时监控画面，让你安全感满满如果你们的车还没有安装行车记录器 ，please 一定要安装，因为如果你的车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烦事情，人家撞你还是红绿灯坏有一个保障，你有一个影片作证，所以行车记录器太重要了。想要查看价钱的朋友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找到啦。当然这一部影片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费，不恰饭系列 ，spoiler 是自己花钱买的，行车记录器是自己花钱安装的，当然也包括眼尖的朋友，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的 Sport Rim， 这一台车的 Sport Rim 是一个18寸的 Sport Rim， 也是自费安装的。当然除了 Sport Rim 以外， Sport Rim 里面那个红很好看的嘞，就是 Honda Civic Type R FD2R 的同款日本刹车的刹车卡钳，这一个是 Type R 款，把 Type R 的 caliper 装在 Honda Civic FK7 上面，我觉得就是再适合不过了如果是要装 FK8 的，我觉得有点太大个啦，而且 FK8 的 disc rotor 比较大个，所以我们是没有打算把这辆车弄到那么夸张啦，所以就安装了一个
D2R 的自活塞卡钳，这个是原装日本正品 Brembo 啊，不是Giant。然后 Disroto 方面，可能你们会觉得，哎，为什么没有打孔啊？就是要打孔的比较帅气啊，没有错，打孔的比较帅气。可是打孔的会比较刺 brake 皮。也比较刺 brake 盘，也会有比较大的几率发出噪音。这一台车主要还是 daily drive， 所以我们没有打算改的那么激进。要看我们改的很激进的车款，可以去看我们的另一个系列，也是 Civic， 但是是 FN2R Type R 正品 Type R。那台车我也是花了很多心思。接下来可能有机会，我们频道还会出现另外一台 Type R 不确定啊，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就知道了。当然，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一台车，除了行车记录器、spoiler 都是自费以外 ，Foreign 轮胎都是自费，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刹车卡钳，全部都是自己花钱弄的，不恰饭系列啊！你们喜欢看这种没有业配的影片是吗？今天这集就适合你们了，没有业配，我也不会介绍我去哪里装，我也不会跟你们讲去哪里买，这些你们要的话，留言区留言，可能我再告诉你在哪里找得到。当然，这一台车虽然它是一个 auto 的车啦 ，CVT 啊 ，CVT 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的激情，驾起来可能比较无聊，所以在无聊的同时，我们也要增加一点点的激情 ，OK， 就是0.5的激情，所以把 FK7变成7.5就没有错了啦。怎样增加呢？搞一搞它的 exhaust。这一台车呢，原本就是一个双出排气管啊，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的原装 exhaust 拆下来了，换上的是这个假的。Akrapovic 的这个 exhaust tips 啊是假的啦，可是它是 forged carbon， 很漂亮，自费，全部自己给钱。还有包括它的 exhaust muffler 也是我们找来了 Max Racing 啊，因为我之前的这个 Satria Neo 啊也是 Max Racing 为我们设计还有负责的，所以我个人对 Max Racing 是非常有信心，也找来了 Max Racing 的老板啊 Leon 哥啊，也就是我的好 brother 来为我们的这一台车做了这个 exhaust 的设计。现在呢是一个出双筒排气管 ，OK， 我们只改了 muffler， 因为自费的关系，我们的 budget 有限，没有办法花很多钱在这台车上面，我们还有其他车要搞，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安装上去的就是一个 Akrapovic Exhaust Tips 的 Max Racing 的这个 muffler 啊。讲到 Max Racing， 就顺便来提一下啦，啊，不恰饭啊，没有广告，没有业配，也没有大家一定要去找他，但是这个我是顺便分享一下，因为是我好 brother 的一个生意，要提一下啦。刚才大家听到我讲由 Max Racing 来设计啊，所谓设计是讲设计呢 ，OK， 其实现在 Max Racing 的Leon 哥啊，他现在呢是有做一个 service， 就是 consult 你们来选择适合的 exhaust， 当然其中有各式各样的配套，有 basic 的啦，有比较进阶的，还有更加高级的。像我是选择那个比较 basic 的，我会给他一个 consultant fee， 让他知道我开的是什么车，我想要听怎样的声音，我想要这台车有怎样的一个排气效果，然后就由他来给我一个意见，不会走冤枉路啊，你们懂吗？我有一个朋友啊，真实案例啊，很好笑的，他的车啊换 exhaust 啊换了4、5、6次，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 consultant 给他一个很好的意见，装上去哇很大声啊，再换哎呦太小声啦，再换哎呦没有力啦，所以我觉得不要花这种冤枉钱啊，因为你换一次给一次钱，换一次给一次钱，不少钱的嘞，全部丢在那边，你自己要把它卖掉，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给一个 consultant 钱，然后听取你的意见，你想要怎样的东西，他给你一个配套，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安装上去就不会错了。像我这样子呢，现在安装的这一个 exhaust 是属于比较斯文的，因为这台车我们不是要来炸街，我们不是要拿来跑赛道，不是要拿来吵死人，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换上了这个 Max Racing 的 exhaust 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再次提醒，今天看到的全部东西都是自费的，不恰饭，纯粹分享。OK， 那我们来启动引擎。相信刚刚大家都已经听到这一台车的 exhaust 声音了，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很斯文啦，我们不要太大声了，扰民。因为这辆车不是 track car， 我们没有打算拿来跑 track 的，就是普通用，可是要有一点点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有开车的感觉。现在很流行电动车嘛，对不对？电动车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一种踩油的激情啊，所以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有这种踩油有声音的 feeling。引擎方面啊，我们来讲这辆车的引擎。每次打开这辆车的引擎呢，就有一个东西要讲，为什么最近啊新
新的 Honda 新车啊，马来西亚的 Honda 新车都没有给这个铁牌了，这个 Earth Dream Technology VTEC Turbo 的牌子跑去哪里了？难道是 cut cost？ 我看到 Shopee 有卖啦，几十块钱啊，很贵啊，为什么不要给这个东西啊？是打开 engine show off 的时候给人家看，哇，很美啊，这样子。可是因为这辆是日本进口的，所以有这个牌，本地没有。Why？ 不是 Civic 吧嘞 ？WRV 啊 ，CRV 啊 ，City Hatchback 这全部没有这一个牌子的，我觉得有一点点说不过去啦哦。Honda 马来西亚看下人家日本这样子做，来到马来西亚 CKD 又变什么样，对不对？然后这辆是一个全日本进口，引擎方面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任何的提升。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我们为引擎做到 upgrade 的话啦，可能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看到引擎有怎样的一个 upgrade 啊？因为其实我也是没有头绪啊，这辆车主要还是一个 daily car， 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怎样做，然后也不会驾起来很辛苦。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讲，哎，上 stage 啊，这辆车随便上一个 stage 就是200匹啊，我懂。可是好驾咩？以一辆 daily car 来讲，我觉得不好驾了啦，可能会很冲啊，太强的爆发力啊，还是怎样，我不懂。所以如果你们有 FC 或者 FK7 的朋友，你们有 up stage 改了一下电板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把你的马力提升过后啊，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可以借我车牌的话更好哎，这样我就可以体验得到到底改了过后 up stage 了过后驾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这辆车呢，以后还会做什么东西，我也不太确定啦。老实讲，我觉得好像已经要做完了，就是该有的都有了。如果你问我要不要 lowered， 我是觉得不要啦，因为现在的原装日本来的 suspension tuning 到很舒服，我驾起来感觉不错，很好啊。当然，团队里的人也很喜欢现在的这个驾驶感。如果再低一点，可能会很跳，长途驾驶不舒服，短途驾驶也不舒服。再加上马来西亚什么多，路洞多，墩多，所以路洞多，墩多。这样我们车呢，接下来是不是要买一辆 SUV Lamborghini Urus 好像不错。所以听起来好像我们的频道很有钱这样啊，没有，其实没有钱，这些全部是我们的团队成员的车。像那边有一台 R3 版本的 Iris R3 是我们的摄影师的车啦。然后这台车你们看美吗？这个 rim 啊，叫他去换啊，还不要换，我都讲了，我们的东西都是自费的。有没有干爹想要 sponsor 我们的摄影师一套 rim？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找到我的 email 啊，还有我的 description 那边也是我的 email， 欢迎 email 我们。2024年我们的这个计划除了 Persona， 除了 FK7， 除了 FN2R， 我们还会有一台这辆车款长尾的白色 C segment，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啦。好啦，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的 playlist 那边有每一台系列车款的合集啊，想要看到 Saturnio 合集的、Myvi 合集的、Vios 合集的、Persona Civic 合集的朋友，都可以在 playlist 那边找得到。也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